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还有 Instagram， 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4月2号，今天是星期二，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昨天我们学到了附近，有很多同学会问老师说，老师，附近跟隔壁有什么不同？还有身边的意思是什么？好，这些词汇的意思都很像，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来看看10531，好，中文要怎么说？10531，我们再看一遍10531。好的，10531。好，来看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老师点赞支持理查老师哦。好 ，OK， 欢迎 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有很多人跟我打招呼，好，欢迎大家。好，10531中文要怎么说呢？好，老师看到西蒙、温馨、裴静，还有好多同学哦，竹月哦，林子、南武，好，佩霞、Simon、南武10531步，很棒啊！月莹昨天有事啊，好，没关系。林子跟春娇10531，雅迪、竹月10531步，非常好。还有谁？C 同学10531步。好，我们每天都要练习数字哦，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熟悉中文的数字要怎么说。好，慧君还有Conthea 10531步，好，欢迎10531步，好，很好。好 ，PC 好久不见了哦，美莲、蓝墨欢迎。好，我们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附近，附近。第二个词汇隔壁，隔壁。第三个词汇身边，身边。好，这些词汇的意思都是像 near， 不过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一下。附近 nearby near， 我们常常用的语法是在什么地方附近，比如说在我家附近，比如在公司附近 near the company。 好，附近也可以当作形容词，我们可以说附近的人 people nearby， 附近的房子 the houses nearby， 附近的小朋友 the children nearby。 我们可以用附近的加上名词表示什么人什么东西的附近啊。好 OK， 所以附近可以这样使用。那附近通常两个东西离得不远，但是还是有一小段距离啊，还是有一小段距离啊。好，那隔壁呢？隔壁的英文是 next door or next to， 我们一般用在两个建筑物 two buildings。 各位同学，两个建筑物在隔壁而已，表示它们之间没有距离，它们之间是 no distance close to， 所以两个房子，这个房子在另外这个房子的隔壁，表示它们是紧靠着 next to each other， they are next door。所以各位同学，附近是大概这么远，没有很远，但是还是有距离。隔壁是紧靠着，所以两个房子之间紧靠着，我们就可以说隔壁。我们中文常常说 he lives next door， 他住在我隔壁，我就可以这样说他住在我隔壁，他住在我隔壁。好，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中文怎么说 he lives next door next to me， 他住在我隔壁。好，他坐在我隔壁也可以，
那各位同学，如果他坐在我隔壁，那你看这个椅子，我坐在这里，另外那个人坐在我隔壁，那他就坐在这儿，所以我可以说我坐在他隔壁，我住在他隔壁。OK，I live next to him。好 ，OK， 那隔壁也可以当做形容词，隔壁的女孩 ，the girl next to me。好，可能住在你隔壁，可能她坐在你隔壁哦。好，隔壁的邻居，like the neighbor，the neighbor lives next to you。OK， 好，隔壁的爸爸爸可以当形容词哦。好，很好，隔壁的邻居总是打架，非常好。隔壁跟邻居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说隔壁的邻居，邻居是住在你隔壁的人叫邻居，隔壁只是讲一个地方而已。邻居住在你隔壁。好，隔壁的人在唱歌，很好。People living next to me are singing。好，我家隔壁是超市，很好的句子。OK。好，没问题。那么各位同学，身边跟旁边都是 beside you， 那有什么差别啊？beside something， beside someone。那各位同学，如果我们说身边，我一定是用人啊，不可以用物，不可以用东西，一定是我的身边，或者是林子的身边，裴静的身边。beside me，beside 林子。好，所以这个身边的主语一定是人，我们不能说手机身边，手机不是人，你不能说手机身边。如果我要说 beside 手机怎么办？手机旁边，手机旁边有一支笔 ，OK， 那它也是紧靠着 ，very close to this， 所以我可以说手机旁边有笔，我旁边有一个手机，我旁边有什么啊？那所以各位同学，身边跟旁边最大的不同就是身边的主语一定是人，你不能用某个东西身边，不可以啊。那动物呢？这只狗旁边，这只狗身边都可以啊。这只狗身边有什么什么什么？好，这只猫身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你用旁边也可以，这只猫旁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一般我们动物是会用旁边比较好哦，动物一般是用在旁边比较好，也有人会用身边哦。好，一般来说，旁边也可以用人，我旁边住着林子啊，所以身边是用人而已。旁边可以用人，可以用动物，也可以用东西，都可以。好，听得懂吗？好，另外如果你说他在我身边，感觉你们两个人是 very close 的感觉 ，very close。好，好的，他坐在我隔壁，他坐在我旁边，可以，没问题。你可以说他坐在我隔壁，他坐在我旁边都可以。有时候隔壁跟旁边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好，没问题。我们要买飞机隔壁的座位。不行，我听不懂这个意思。好，老师的旁边是窗户，很好。好的，好，那各位同学，你像这只狗狗，它坐在主人的身边还是旁边，都可以。狗狗坐在主人身边，狗狗坐在主人旁边，都可以啊，都可以，因为人嘛，人的身边、人的旁边都可以。好，汤姆在我旁边可以，汤姆在我旁边可以，汤姆在我身边可以，但是有一种 we are very close 那个感觉，汤姆在我身边总是陪着我。Tom is my friend，Tom is my good friend. He always accompanies me 那个感觉啊，所以如果说他常常在我身边，表示我们感情很好，他对我很好那个感觉啊，所以身边有一种 like emotional bound 那个感觉。
好，那各位同学，球在箱子的旁边还是身边？你们觉得呢？球跟箱子都是东西，对不对？球在箱子旁边，不可以用身边。球在箱子身边是不对的，球在箱子旁边才对啊。老公不在我身边时，我很轻松。爸爸妈妈总是在我身边鼓励我，很好，表示 you're talking about emotional bond。如果你说爸爸妈妈总是在我旁边，也可以。Now that's the location。好，所以各位同学，在谁的身边有点像 by my side，stay with me 那个感觉，比较有 emotional bound 那个感觉。旁边就是 like truly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location。爸爸妈妈总是在我旁边唠唠叨叨的。Now they're beside you. This is about location. 旁边 is about location. 身边 it's like you're talking about kind of emotional bound. 你们之间总是彼此陪伴在一起。爸爸妈妈总是 stay with me， 在我旁边。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好的，周围跟附近有什么不同？周围就是围绕在你身边 ，around you。附近没有 around you，身边是周围是 around you。我的周围有很多蚂蚁 ，like ants around me。附近有一段距离 ，OK， 还是有一段距离，没有 around you， 跟你有一段距离啊。好，我们分手了。我不想，我再也不想，我不希望他在我身边。我们分手了，我不希望他在我身边。好 ，OK， 那么我们来考试。第一题，旅馆在博物馆附近，还是隔壁，还是身边，还是旁边？这题只有一个答案。你觉得旅馆跟博物馆中间有一小段距离？但是也没有很远，你觉得这样的距离应该用哪一个才对？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旅馆在博物馆附近，答对了。哇，郑红，好久没看到你了，最近很忙，对不对？旅馆在博物馆附近，答对了。各位同学，你看，旅馆跟博物馆没有在隔壁哦，他们没有在隔壁，他们有一小段距离。没有很远，所以你要说旅馆在博物馆附近附近是对的。好，我们答案是附近。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很简单，对不对？什么的河受到污染了？好，什么的河？所以这里呢，我们其实我们看看答案可以是什么？河是 river，受到污染就是 be polluted， 污染就是有不好的东西、脏东西，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在这个河里面，所以这条河受到污染了。这条河 like receive or be polluted，OK，受到污染了。好，当然你可以用被污染了，也可以我们中文也很常用受到污染了。好 ，be polluted。好，各位同学，你觉得这条河会在你的隔壁，还是在你的附近，还是在你的身边，还是在你的旁边呢？你觉得这条河会在哪里呢？附近的河受到污染了，非常好，可心。附近的河不是收到，是受到污染了。好，隔壁林子，你看这个图，这条河没有在你家隔壁耶。如果这条河在你家隔壁的话，这是你家，河就在你家门口。没有这条河没有在你家门口。我们不会说隔壁的河，除非这条河在你家旁边而已各位同学看这条河附近都没有隔壁都没有房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应该用附近。你看这里的图，旁边都没有房子，所以你的房子可能在稍微远一点点的地方没有在河的隔壁，
没有在河的隔壁。这条河离你家可能有一小段距离，不是很远，但是有一点点距离，用附近的是最好的。附近的河不是收到哦，是受到哦，你们字一定要打对，受到 like received or like be polluted。附近的河受到污染了，你也可以说被污染了，可以。附近的河被污染了也可以，我们用那个 passive voice 啊。好，附近的河被污染了也可以，受到污染了也可以啊。好，对，我们这题的答案是附近的啊，附近的。好，来，我们再来做一题，这题很重要啊。老李是我邻居，邻居就是 neighbor， 邻居就是住在你家这里的人，这是你家，住在这儿的人叫邻居啊。好，你家住在这儿的人是你的邻居。老李是我的邻居，可以加个的啊，也可以不要的。老李是我邻居 ，my neighbor， 他住我哪里？好，请问答案是什么？不可以用油污染了，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们说被污染了或受到污染了，对，受到污染的河会变黄色，对不对啊？老李是我邻居，他住我隔壁。老李是我邻居，他住我隔壁。哎，正红，老李是男生呢，不是女生。劳力士啊，劳力士是很有名的手表，哎，很贵很贵的手表，劳力士。老李是我邻居，他住我隔壁。好，表示啊 ，next door， 老李就住在你隔壁，没有附近，住在隔壁才叫邻居哦。啊，住在你隔壁的才是邻居啊。好，答对了，好，没问题，是不是很简单？这题答案就是隔壁，住我隔壁。你可以说他住在我隔壁。在口语中 ，in casual Chinese，we can say 他住我隔壁，很常用。他住我隔壁，你也可以说他住在我隔壁，都可以，两个都是对的。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分享。Give me a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my videos if you like my videos. OK， 你也可以加入老师的 YouTube members， 加入老师的会员，支持理查老师哦，谢谢。有的同学有钱人，有的同学是有钱人啊，有的同学是有钱人。好 ，OK， 来吧，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呢，准备要继续来考试了啊。这位同学问机器设备跟器械设施。好，这位同学，你在直播课之后留言给我好不好 ？Comment and let me know，OK？因为直播课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啊。好，你留言再问我，我再回复你啊。谢谢蓝墨，谢谢蓝墨啊，帮我点赞了。好 ，OK， 我们来做这一题，啊。什么的车厢很挤？好，各位同学，什么的车厢？车厢就是火车的这个一节列车，我们叫车厢，英文叫 train carriage， 对不对 ？carriage 车厢。好，各位同学，这里是一节车厢，车厢我们用节哦，一节。好，一节车厢。好，一节车厢。好，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不懂什么叫车厢，老师什么叫车厢，你应该坐过火车，对不对？这样子是一节车厢，这里也是一节车厢，所以这个叫车厢。车厢很挤，挤就是很多人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 crowded 很挤。好，这里的挤不是动词哦，是形容词 crowded。好，什么的车厢很挤？好，各位同学，这题有点难哦。列车指的是整个火车叫列车哦，整个火车包括很多节车厢，这个叫火车列车。Hello， 新来的朋友你好。
隔壁的车厢很挤，答对了。好，对，车厢就是一节一节的列车。隔壁的车厢很挤，答对了。诶，你们都知道答案。旁边的车厢很挤，可不可以？可以。你可以说旁边的车厢很挤，可以隔壁的车厢也可以。这题有2个答案，你可以说隔壁的车厢，隔壁的车厢很挤，旁边的车厢很挤，2个都可以，都对都可以各位同学，这题有2个答案，隔壁的车厢很挤，旁边的车厢很挤，都可以。好，其他2个答案不行你可以用隔壁，可以用旁边，2个都是对的。好，我们再来做一题。什么的工厂被烧掉了？工厂 factory 工厂被 passive voice 烧掉了。好，工厂被烧掉了。各位同学，烧掉就是都没有了，都被火烧了，没有了，都烧 burn down 没有了。房子被烧掉了，我的房子被烧掉了。好，如果你用火烧你的钱，我的钱都被烧掉了。烧掉就是全部都被火给燃烧完了，都没有了，这个东西没了，烧掉了 burn down。 OK， 各位同学请问这里的答案是什么呢？好，这里是我家，这里是工厂，这里是我家，这里是刚刚我说的被烧掉的工厂。那么所以我可以说什么的工厂被烧掉了？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这题有2个答案，这题有2个答案都可以隔壁的工厂被烧掉了，很好 ，next door 有2个答案都可以。隔壁的工厂被烧掉了，可以附近，这里不是附近，因为它紧靠在一起，没有距离。附近是有一小段距离，这个叫附近。你看工厂就在我家的旁边而已，工厂就在我家旁边，所以这里不是附近旁边的工厂被烧掉了，可以这里可以用旁边，也可以用隔壁，其他2个不可以其他2个不可以。旁边的工厂被烧掉了，隔壁的工厂被烧掉了，可以你可以用旁边 like beside you， 你可以说隔壁 like next door 所以2个答案都对，都可以这2个答案都可以。好，会不会很难？希望不会很难好，我们来看这一题，喵喵，喵喵是这只猫的名字，喵喵，永远 forever， 永远陪在我什么好吗？喵喵，永远陪在我什么好吗？ OK， 好吗就是 OK， 永远 forever， 陪就是 accompany to stay with， 好，陪在我什么好吗？好，各位同学，这题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答案这里只有一个答案这一题只有一个答案。好，你跟喵喵说话，跟你的宠物，跟你的猫说话，喵喵，永远陪在我什么好吗？好，身边好吗？很好，陪在我身边好吗？喵喵，永远陪在我身边好吗？好，这里不能够选旁边。When you use 旁边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location。 喵喵在我的旁边可以，但是陪着你 is like you're talking about kind of emotional bound. Hopefully this cat will stay with me forever。 所以各位同学，这里是有一种感情的感觉所以你不是在说它的位置喵喵在我旁边不是，你是希望forever stay with me。 Okay, kind of you're talking about emotional bound. So here we only have one answer, that is 身边，不能用旁边。你可以说这只猫在我旁边 Yes, you can say that, but you're just talking about the location。 它在我旁边，
喵喵陪在我身边好吗 ？Stay with me forever, OK？ 好，所以各位同学，这里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身边，身边。好，答对了，喵喵永远陪在我身边好吗？因为这个猫好可爱啊，这只猫真的很可爱，对不对？你会希望这只猫永远陪着你永远陪着你。好，那么各位同学，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我们今天学到了附近、隔壁、身边还有旁边。如果你听不太懂的同学，没关系，明天我们还会针对这4个词继续多做一些练习，让你更加的熟悉这4个词有什么不同。好，听得懂吗？如果听得懂的话，请你给我一个赞，支持我谢谢你们。好，我们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